美国的泄密文件还在持续发酵，大兵从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去年9月份，因为俄罗斯所谓的一次失误，差点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兵今天就给各位来还原一下这个差点引发3战的黑海侦察机事件。大家都知道，北约的情报体系是乌克兰能在战场上接连获胜的关键，而身为情报体系中的侦察机，需要不间断地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飞行。对于这些侦察机，俄军呢也是十分难受的。不打吧，他老是向乌军泄露情报；可打了的话，却等于是给了北约正式下场的机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纠结的心态下，意外发生了。根据美国防部官员和最近泄露的一份美国机密情报报告显示，在去年9月29号，一架从沃丁顿空军基地起飞的英国空军 RC-135侦察机奉命前往黑海海域执行侦察任务。在进入到黑海上空后不久，俄罗斯空军就派出了2架苏27战机对其进行跟踪拦截，双方持续伴飞时间超过了90分钟。在 RC-135完成飞行任务后返回了基地。关于这件事情的过程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场看似常规的俄英军机与侦察机的侦察与反侦察的例行飞行活动，在根据事后英国机组成员爆料后，让人细思极恐。英国飞行员称，俄军的苏27战机曾尝试向 RC-135发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因为侦察机已经接收到了被对方雷达锁定的警告了。但是不知道是何原因，最终导弹并未袭来。这一事件在发生后呢，立马引起了英国的高度重视。针对这种危险的举动，英国防部长本华莱士立刻对外公开了此事，并致电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询问原因。对于这件事情，俄罗斯给出的回应是自家武器老化而导致的误发。俄罗斯的说法呢，也确实有一定依据。毕竟，空空导弹作为一种空战制导武器，在使用上有着严格的安全规定和限制，非战时状态下不会轻易允许飞行员发射的。一般情况下，战机挂载的空空导弹处于保险状态，发射电路被关闭，即便飞行员按动电钮，导弹也不会被发射出去。实际上，飞行员要发射一枚空空导弹，需要执行多个步骤解除保险，启动导弹后才能具备发射条件。而苏27战机装备的 R73也是如此，在使用时，飞行员首先要在油门杆上的武器按钮上选择进程空空导弹，然后在武器控制开关上面解除导弹保险，接着打开导引头冷却开关，为导引头进行冷却，提高制导系统的灵敏度。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呢，飞行员需要操纵飞机对准目标，让 R73导弹的红外导引头搜索、跟踪和锁定目标。目标锁定之后，座舱呢会起提示音，示意飞行员已经形成攻击条件，最后由飞行员按下按钮发射导弹。或许是为了避免战争升级，又或是想起了俄乌战场上俄军使用的那些装备确实有不少老物件，英国呢最终是接受了这个说法。不过，美国对于此事却有不同的说法。在美军的泄密文件中，记录了事件发生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原来，在2个军机伴飞之前呢，英国 RC-135实际上已经拦截到了俄战机与地面指挥所的通信信息。当时的苏27虽然还没有进入到 RC-135的可视范围之内，但机组成员已经知道敌方战机配备了空对空导弹，而且在解密的拦截通信中显示，是执行拦截任务的苏27飞行员误解了地面雷达站和指挥所发出的指示。他认为地面已经给予了自己可以开火击落英国侦察机的授权，于是苏27便启动了火控雷达，锁定到了英国侦察机，并且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但最终由于机械故障而没有成功发射。而 RC-135战机呢，却真真实实地收到了被锁定的警告。随后，地面指挥所向俄飞行员发布了指令，提示他错误理解了指挥部的意思，同时继续保持伴飞飞行。这是泄密文件透露出的部分内容。结合此前的公开信息来看，事件的全过程基本一致，只是英美2国对于俄军的苏27的说法不同。对于英美2国的说法呢，大兵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英国的，毕竟此事是发生在俄军飞行员经常与北约飞机交手的黑海上空，即便是在得到开火指令后，也应该进行反复确认，听错的可能性极低。与此相比，俄军的老式的苏27和库存空空导弹出技术故障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而且如果对俄罗斯而言，如果他真的敢对英国侦察机动手的话，那要面临北约各国集体下场的准备，这无疑是一场世界大战。毕竟按照北约集体防御原则第5条规定，集体防御原则是北约创始条约的核心，它仍然是一个独特而持久的原则，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承诺他们相互保护，并在联盟内树立团结精神。如果有国家对北约成员国的一个或者多个进行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整个北约的攻击。因此，北约成员国集体同意，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武装攻击，他们每个成员有集体自卫的权利，将协助受到攻击的一方或者多方对袭击者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装力量。而这次俄罗斯飞行员的导弹一旦命中，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北约国家的全面下场。我想对于这个结果，克里姆林宫一定是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如今打个乌克兰都费劲的俄罗斯，又哪来的余力去面对整个北约呢？在此事件发生后呢，英国的侦察飞行暂停了，随后在战斗机护航下重新开始。现在在黑海上空巡逻的英国联合侦察部队与至少1架台风战机是并驾齐驱。另外，在美国国防部被泄露的情报来看，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俄军战机对美、英、法等北约成员国侦察机的拦截。文件显示，在22年9月29号到23年2月26号期间，英法两国曾在黑海上空出动载人飞机执行侦察任务，而美国派出的主要则是 RQ-4、RQ-170、MQ-9 等型号的无人机。除了去年9月29号的事件外，在去年12月30号，一架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和2架台风战机也曾经被俄罗斯战机拦截，据称当时两者距离仅有30米。而在今年的3月14号，2架俄军的苏27战机与一架美国的 MQ-9 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遇，并且导致后者坠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对这片区域如此看重呢？2022年初以来，北约侦察机是不断加强欧洲相关方向的侦察力度。待到俄乌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更是在黑海、罗马尼亚和加里宁格勒周围进行密集巡逻，其中最频繁的莫过于波兰境内和黑海区域。其中呢，黑海无疑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地方。这里不仅部署着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还和克里米亚半岛相连。北约的侦察机的覆盖范围完全可以对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地面目标进行侦察。而英国使用的 RC-135 更是一个侦察范围达到800公里的王牌侦察机，这个距离呢，能将大部分俄军占领的区域覆盖。有了它的帮助，也难怪每次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导弹攻击，乌克兰都能做出反应。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北约提供了快速的空中预警。如果情报终端能引入乌克兰部队，那么就能实时监控俄罗斯导弹飞行路线。这样，即便乌克兰自身远程雷达被干扰或者被击毁，仍能够掌握空情。除此之外呢，北约侦察机还可以为乌军提供俄军的海面和地面情报。例如，E-8飞机可以利用自身携带的大型合成孔径雷达侦察俄军地面情况，甚至其显示功能还可以显示俄军的大型车队。P-8A 反潜机则可以侦察海上目标。因此，有不少俄专家认为，美军的 P-8A 在莫斯科号巡洋舰遭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这些侦察机还能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电子侦察信息，比如通过雷达信号侦察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进行定位。此外，北约电子侦察机还能拦截俄方的通信信号，对其进行破译，即便不能破译，也能够协助定位俄军指挥中心。在以上种种的帮助下，也难怪乌军总是能先发制人了。大家对于这次的俄战机开火事件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